草帽一伙个个都是抢手货，在这片大海上，想要成为一方霸主，船长不光是要当猎头挖墙脚，甚至当着其他船长的面挖人的事儿都屡见不鲜。而草帽团有这帮神人在，也少不了因为各种原因被其他势力各种觊觎。一直以来，草帽团里被抢的最稳定的就是罗宾了。从2年前司法岛 CP9 到和之国 CP0，从这20多年罗宾的颠沛流离，再到和之国之后，罗宾的赏金从1.3亿飙升到9.3亿，就可见世界政府对于追捕罗宾的狂热态度。毕竟一个最终能解释世界真相的人，对于不同势力来说是巨大的利益，也是巨大的威胁。以前有人问四皇对罗宾为什么没有兴趣，现在来看，那兴趣是相当大。大妈跟凯多说，不管你要杀多少人，都要把罗宾留活口。而黑色玛利亚点名让山治把罗宾叫来。显然，凯妈联盟对抢下罗宾的目标是一致的。之前猫蝮蛇犬蓝也担心这一点，但罗宾却很安心，因为过往证明，谁要敢抢草帽团的人，路飞就要带领草帽团去拼命了。索隆在草帽团里一直很稳定，不过这并不代表索隆不抢手，反而在加入草帽团之前，老沙的巴洛克工作社就派了一个 Mr. 7去招募索隆。毕竟索隆的名声在那个时候就响彻东海了，老沙也需要能打的海贼猎人开展业务。只不过索隆非常屌甩甩的说，让他当老大他就去，然后一言不合就把老沙的使者给砍了。之后索隆一跟巴洛克社的人提到这事儿的时候，还略带一丝嘲弄的意味。山治作为厨师，决定一传人存亡的职位之一，何况山治这种顶尖厨子。不过山治的抢手程度倒还不全是因为做饭，第一次是在人妖岛成为新宠，和路飞在女儿岛抢手程度有的一拼。第二次说好听点是家里有矿回家继承家业，实际上是大妈单方面吞并，从而引发了草帽团大闹万国。不过山治秒杀了大妈团的一众厨子，做出了大妈吃过最好吃的蛋糕。还好大妈当时吃迷糊了，草帽团也及时撤退，不然山治这个厨子大妈非留不可。航海王娜美抢手程度和罗宾不相上下，打小就展露了航海方面的才能，然后阿龙就强迫其为自己画海图，娜美这一画就是8年。后来也是因为能预测天气的能力，金狮子又登门拜访，然后趁其不备直接就是明抢。当然除了航海才能，娜美性感的外表加上艳照级别的悬赏令，一路上也不缺追求者，尤其是恐怖3帆船被阿布萨罗姆抢了一路。不得不说，其实娜美平时并不是胆小成性，而是被这些变态抢怕了。乔巴，要说乔巴有多抢手，乔巴刚登场没多久，就差点被2个人给撕烂。没错，正是路飞和山治。毕竟一个能当储备粮的会说话的毛茸茸宠物，谁见了都稀罕。正儿八经的是，在和分曹头玩海盗游戏的时候，分曹头赢了第1局，第一个要的船员就是乔巴，因为太可爱了，那个波尔奇非常喜欢乔巴。之后乔巴被赢回来了，但后来又输过去了，最后把罗宾、乔巴都赢回来了。期间波尔奇一直追着乔巴，想跟乔巴贴贴。布鲁克90岁的老骨头还有人要吗？有，四皇大妈可稀罕布鲁克了，因为布鲁克也算是个奇珍异兽，大妈最好这一口，拿在手里一顿把玩，而且还爱不释手的抱着布鲁克睡觉。估计大妈的那些老公都没这待遇，也就是布鲁克没有作案工具，不然草帽团里高低得多几个孩子。弗兰奇也是早早就有2个能吹一辈子的事儿了，一个是曾经收到过罗杰海贼团的邀请，还有就是冥王图纸，也是 CP 的重点抢夺目标。另外，因为弗兰奇会被小孩子们当作是机器人，很受欢迎，他又会哄小孩子，所以在冰火岛面对那些巨大孩子的时候，弗兰奇还真的是像个非常抢手的 AI 机器人玩具。慎平作为元气乌海，背后是渔人岛，也算是个很特殊的地盘，家里还有只海王，就这条件不抢手就怪了。虽然路飞早早就开口占了慎平，但大妈比路飞更早，所以之后的抢人大战就是在路飞和大妈之间展开了。当时路飞跟慎平说，你的船长已经是我了，还真是很霸道总裁呢。当然慎平自然是很坚定的选择了路飞。路飞本人倒不是抢不抢手的问题了，因为路飞很抢手这句话本来就比较违和。凯多当时要真把路飞招进来，那就不是招了个小弟，分明是招了个老大。毕竟路飞曾经还让大妈海贼团跟着他干。不过凯多这样的当初试图对路飞留着不杀，日后重用，也堪称是海贼梦想家了。还有一个乌索普，为什么最后一个说乌索普？这是有原因的，因为他的抢手和其他人还真不一样。别人都是拿来吧你这种物理抢手，但唯独乌索普是精神上的，因为神怎么能叫抢手？显然是人人都抢着对其崇拜。不过粉碎性骨折的乌索普被海尔丁扯着的时候，那确实有点物理抢手了。所以原本以为草帽一伙都是一群没人要的苦孩子，结果都是手慢了都抢不到的人气王。既有背景又能惹事儿的草帽大船团。德雷斯罗萨之后，草帽团终于有了一支麾下大船团，当然这完全在路飞意料之外，但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跟他们的老大一样，大船团来头不小，惹事儿也是一把好手。如今他们有的人已经开始捅娄子了。1号船迅美海贼团，首先从身份上来说，犬心菜和山治的背景差不多，都是一国王子，而且当王子期间都经历过苦难。只不过有一点不一样，卡文迪许因为太受欢迎而被流放时，当时身边仅仅有74名手下和5亿贝利生活费，他评价自己的人生跌入了谷底。目前卡文迪许在搞些什么还不清楚，但一点都不怀疑他搞事的能力。毕竟在流放隆美尔王国的时候，就因为第2人格血洗死地，喜提隆美尔的莲佑这么酷的称号，被迫当了海贼，
以2.8亿的悬赏成为当年轰动一时的超新星。2号船巴托俱乐部，巴托在草帽一伙面前看起来是个逗逼，但巴托出海前是混黑道的，在家乡东海可是150个镇子的老大，在对付路飞的敌人的时候，动不动就要嘎舌头，就可见巴托不是好惹的。在偶像光环下，作为150个镇子的大哥的巴托，居然兢兢业业干起了销售。不得不说，巴托的 KPI 绝对是销冠级别，在红发的地盘上烧了红发的海贼旗，接受了当地的投降，挂上草帽团的标志，然后强行让一个镇子的人都购买路飞前辈的徽章。当时巴托和红发都很久没有在主线出现过的时候，有传言说红发带人去揍巴托了。不过现在看来，红发倒是知道这个事儿，但暂时并不打算找巴托算账。3号船八宝水军，老蔡的背景也足够显赫，八宝水军之前还有1到7宝水军，所以老蔡家相当于诸侯级别，而且家族还有兵至大陆下的大金库。在得岛之后，老蔡因为有了 Baby Five， 回国就把跟2宝水军的联姻给取消了。虽然被2宝水军栋梁给暴打了一顿，但老蔡和 Baby Five 的婚约还是照常举行。继承了家族栋梁和奥义的老蔡，兵至大陆近在眼前，出任 CEO， 迎娶白富美，走上了人生巅峰。当然 Baby Five 是负债的负。而老蔡之后干的最牛逼的事情，还是在世界会议上用无上大脚后跟和小人族的雷欧爆 K 了天龙人的头。上一个这么酣畅淋漓的还是路飞，被路飞打的那个天龙人也是他。果然小弟们随大哥，不愧是草帽大船团的人。4号船 3X 格斗联合，破坏炮艾迪欧是个长手族，搭档布鲁基利是个长腿族，还有帮过路飞的2个逗逼赏金猎人小弟。目前就这4个人。他们在得岛之后的冒险比较搞笑，他们起初都不是海贼，出海的船还是奥隆布斯给的，然后半道遇到了一伙长手族和一伙长腿族互殴，他们4个也管不了那么多了，上去就干，把两边的人都给打了。原来这是长手族和长腿族持续了1000年的争斗，但是艾迪欧、布鲁基利这哥俩不仅和平相处，甚至还是搭档。艾迪欧他们下手太重，把船都给打坏了。赏金猎人小弟提议用没坏的零件再拼一艘船，就这样那些打架的长手族和长腿族被迫营业，而且都是2分组混搭干活，一帮人气呼呼的合作。2个族群的老大还在后面吵，本来以为艾迪欧收了这帮小弟就完了，结果他嫌太麻烦了就不管了，修完船干脆就走了，留这帮人在孤岛自生自灭。艾迪欧他们也正式出道，仔细看船上还有一大堆财宝，他们4个可以的，把人打了一顿，让他们修船干活，临走时把人扔岛上，自己卷钱跑了，是当海贼的料。5号船东塔塔海贼团，小人族不仅是在对付明哥的时候发挥了作用，还帮助德岛重建，深受居民和国王的喜爱，所以德岛人送给了他们非常有意义的一艘船。小人族在世界会议期间还担任了利库王的贴身侍卫，在老蔡打天龙人的时候，小人族船长雷欧也参与了。当然小弟惹事儿，大哥买单，路飞今后怕是闲不下来了。6号船新巨兵海贼团，由海尔丁为首的5名巨人族战士组成，原本是巴基雇佣兵公司的招牌，结果因为神之信仰，海尔丁直接在巴基那里辞职，倒戈草帽团了。海尔丁背后是埃尔巴夫，是海贼世界最强的国家，也是大妈心心念念的种族，拥有巨人族的帮助，那势力上必然增强一大截。恰好这一路上，草帽团，准确的说是乌索普跟巨人族混得很不错。7号船约塔玛利亚大船团，草帽大船团一共5640人，奥隆布斯的舰队就占了4300人。毕竟奥隆布斯是专业提督出身，他是一个叫斯坦丁王国的冒险家。在草帽大船团成立后，奥隆布斯就向自己的国王递交了辞呈，国王怒不可遏。话说虽然奥隆布斯是一个能铸飞索隆的猛男，但他的卧室居然打扫得如此精致。没错，奥隆布斯是个有洁癖、非常细致，以分钟的精度来执行计划的船长。船员卫生不合格就会被严厉教训，比如11点准时转航当海贼起航，带着原本属于国王的4300人和56艘船溜了。奥隆布斯含泪告别，国王下令开炮狂轰。下午3点制定海贼行动计划，下午4点发动转航当海贼的第一场战斗，4点半占领城镇。结果没想到这个城镇意外贫困，奥隆布斯却倾囊相助，留下了很多物资就走了。下午5点，在小镇人民的欢送下，作为海贼的一天结束。不得不说，这确实也是草帽团经常能干出来的事儿。草帽大船团这又是招惹四皇，又是暴打天龙人。路飞真是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不过路飞应该不会觉得自己摊上事儿了，毕竟这些事儿大哥可早就都干过了。那些看起来很废，实际上很强的恶魔果实，在海贼王里有一些果实，也许现在看起来不是那么强，不过一旦放到特定环境或者开发到极致，那还是非常好用的。4分5裂果实，这颗果实目前来看就是巴基用来搞笑的，但即便暂时是这种程度，就已经显得很有用了。首先就是免疫所有斩击和切割，巴基不惧怕锋利，那把刀横过来拍他是不是也得怕？但是如果有强大的见闻色加持，巴基完全可以做到提前分裂躲避攻击，就像卡2的提前形变，这完全就很难死了。目前明哥和卡2都展示了能改变环境的觉醒能力，路飞虽然已经被定义成了动物系，不过他也能把地板变成橡胶。按理说4分5裂果实应该更能符合超人系觉醒的特质才对。如果是那样，4分5裂果实甚至能玩出阵阵果实和手术果实的效果，
只不过现在来看，巴基要么是没开发到位，要么是其实他能，但他不知道。悄悄话果实，这是一直以来被评价为最废物的果实，相对来说确实废，不过就单单能和动物对话这一点还是挺有用的。因为海王类和象主都算是动物，想和它们对话都需要一些特殊的高端能力。悄悄话果实有时候还能当聆听万物的能力用。另外，海贼王里开打之前都比较重视情报，所以充斥着各种卧底和耳目，尤其是鬼岛上。而悄悄话果实完全可以利用一些动物更宽阔的视野和轨迹去收集情报。烟雾果实，曾经谁都打不过的果实，现在谁都打不过的果实。但是造成这一原因的并不是烟雾果实很弱，烟雾果实还是很全面的。能力者能飞，能封烟，能操控烟雾捕捉敌人，不仅和烧烧果实相克，甚至也许还能克制闪闪果实。而且有一点和瓦斯果实比较类似，凯撒的瓦斯果实可以抽干空气，创造无空世界。斯摩格的烟雾果实，即便是没有毒性气体，起码可以烟雾封喉，让人窒息才对。当然，凯撒和斯摩格他俩一样是体术没有跟上版本节奏。记忆果实，海贼王里不乏很 bug 的果实，比较有名的就是童趣果实和幽灵果实。但记忆果实这个真的也很 bug， 虽然并不是具有攻击性的果实，但可以间接有，因为能力者可以读取、替换、篡改人的记忆。就比如布林把自己枪击雷九的记忆拿掉，接上了士兵开枪的记忆，雷九就会以为自己被士兵击中了，真传说中的断片了。往狠了说，改变一个人的记忆可以影响未来的走向，而且记忆一旦被篡改，你将变得不再是你，甚至变成另外一个人，还是很可怕的。波妮的果实能力，他的果实目前还没有官宣名字，一般都叫年龄果实，和剧场版 Z 里的倒退果实类似，但波妮所能控制的年龄范围更大，可以年轻也可以老化，还可以把年龄抽离出来变成珠宝。有了这颗果实，不仅能永葆青春，还不差钱儿，这是什么极品果实？当然物体也一样，路飞当时入门流萤后，第一件事就是内部开锁，结果波妮只是摸了一下锁，锁就整个老化掉了。有了这颗果实，溜门撬锁的话，流萤狗都不学。稻草果实，这颗果实看起来不强，主要是因为霍半仙痴迷于占卜，而忽略了自身实力的提升。高手过招，招招致命。稻草果实最好用的就是转移伤害，大大提升容错率。这颗果实如果是给卡普或者哪个霸气高手，感觉那就和无敌差不多了。比比果实，看侍郎的这颗果实一开始看也确实很菜，画的鸟飞起来都很难，后来知道这都是看侍郎作为卧底一直在隐藏实力。摊牌之后画的东西那是一个比一个屌，可以创造和自己完全一样的替身，然后创造了一个假玉田干掉了阿修罗童子，创造的火焰怪物可以压制大河。所以有没有发现比比果实和大妈的魂魂果实有点像，都可以赋予物体生命，而且出来的东西还贼强。比比果实更好的是能创造出本身并不存在的东西，还自带生命。当然比比果实应该需要一定的想象力和画工。寂静果实，悄悄话果实是颗原创果实，而寂静果实才算是在主线里被称为最废的果实。但其实众所周知，海贼王里除了鹰眼等少数人不需要喊招式名，大多数人都需要喊出招式名来释放技能，尤其是起名果实的索隆，太依赖果实能力的这种，只要不让他们喊出招式名，就可以让他们放不出来技能。而寂静果实只需要打个响指，就可以让海贼王里绝大多数人都放不出技能。所以原来寂静果实才是海贼王里最强大的果实。海贼王里那些可爱的小设计，草帽一伙还有一些人都有各自的 Q 版头像，一般是在行动中便于展示他们的位置的时候用的。在地图中突然出现这种头像，就感觉还挺可爱的。早在空岛的时候，路飞、索隆、乔巴、罗宾需要笔直的往南走的时候就用过，这画的标题名为各自的南方。然后在司法岛撤离阶段，这里乌索普的头像是横过来的，因为当时索隆山治正抬着乌索普撤离。可恶，这种地方也这么细节的吗？然后顶上战争也有很多这种设计，到了德岛这种设计堪称用的炉火纯青了。有新的人进入战场也会加入新的头像，另外他们的头像也会随着装扮的变化而变化。索隆的表情风格一般是这种很正经的，而罗宾通常都是笑得很乖的表情，每个人还不大一样。在和之国这种小设计也频繁出现，当然也有了大和的 Q 版头像，呆呆的。到了弹头岛，这种爱好更加疯狂，一口气给了草帽团、CP0 和战桃丸、炽天使还有贝加朋克的一大堆。然后就是草帽一伙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眼睛形状就会变成对应的东西。路飞的眼睛会变成肉，娜美的眼睛会变成贝利，山治的眼睛会变成心。乔巴和路飞也能，只不过乔巴是爱上了一只母鹿，而路飞依然是因为肉。路飞、乔巴、乌索普、弗兰奇，他们四个看到帅的东西，眼睛就会变成不灵不灵的。在这之上，路飞的肉还能冒热气，娜美的钱还能像老虎机一样滚动，山治的星星眼还会砰砰跳。至于索隆、慎平和罗宾，很少有这种设计，也许也就他仨的性格比较稳重吧。哦，还有个布鲁克，好吧，布鲁克连眼睛都没有。当然罗宾身上怎么能没有可爱的设计？罗宾的想象画面就非常奇特。熊在提到自己是肉球果实的时候，罗宾想到的是猫的肉垫。路飞和罗宾是能力者不能过河的时候，罗宾想出了一幅索隆、乌索普驮着他俩过河的画面。路飞把德雷斯罗萨说成德雷斯罗婆的时候，罗宾想到的是穿着连衣裙的老太婆。
之后在乌索普讲述路飞怎么偷取路标历史正文，然后悄咪咪的到达拉夫德鲁的时候，也出现了类似的想象画风。看来乌索普是继承了罗宾的真传。然后就是梅利号和桑尼号是能有表情的，也许是因为有传灵的关系，这2艘船都有灵性。从空岛掉下来的时候，梅利号和伙伴一样露出了惊恐的表情，眼珠还弹出来了。路飞和乌索普打架的时候，虽然表面上是海水，但还是能感觉到梅利号哭了。后来桑尼号在去渔人岛的途中也做出了惊慌逃窜的表情，并且还能根据各种情况做出无语或者晕了等表情，很可爱。很多人会因为各种原因变小，越看越可爱的那种。最开始是路飞因为3档漏气后体型会变得很小，不过2年后路飞3档就没这副作用了，但还有别的办法。剧场版里的倒退果实把娜美和乔巴变小了，罗宾重返18岁，布鲁克也年轻了12岁，结果都说没看出来。乔巴因为超级兰波球的副作用也变得很小，但其实他是变成了一个小宝宝样子的老头。波妮靠能力也能变成古灵精怪的小孩。然后是飞叶的设计，飞叶故事大概分为故事、其他人物特辑、草帽一伙特辑3类，在这里面会记录一些那些暂时下线的人遇到的奇特冒险，连成一篇一篇的小故事。草帽一伙还有其他人也经常以单章的形式出现在上面，虽然有些和主线没太大关系，但是因为主要是展示的是日常，所以感觉还是挺好玩的。人类化后的动物，海贼王里除了有各种奇珍异兽，还有毛皮族，它们具有动物的习性，像是猫腹蛇老大依然抵挡不住逗猫棒的挑逗，狗类毛皮族独爱布鲁克，加洛特的各种用品都有胡萝卜图案。贝波很怕热，所以只能靠伙伴们给抬出去。他们也有人类的特征，直立行走，会说话，甚至会功夫。而乔巴虽然不是毛皮族，他就是纯动物，但是卡了个 bug， 吃了人人果实老百姓形态也能变成类似的。感觉最可爱的那就不得不说279集到283集这5集片尾的海贼小剧场了。这5集分别是乔巴超人、草帽一伙接受采访、草帽一伙变大婶、草帽一伙变黑帮争老大、草帽一伙变怪物。由于画风和语气过于可爱，剧情过于离谱，不得不说乍一看真的是比正片还好看系列。每次更新赏金后，草帽一伙各自的心理状态。每次更新悬赏令后，草帽海贼团真的是几人欢喜几人愁。当然其实他们大多数人对自己的悬赏令的心态并不是没有变化的。首先赏金的概念在路飞的认知里就相当于是头上的经验条，这些数字就是不断暴涨的经验值。首次悬赏3000万的时候，路飞就很开心，虽然这次只悬赏了路飞1人，但还有2个人对此反应强烈，乌索普和山治。其实乌索普很怕自己被悬赏，但这次很特别，他并没有自己的悬赏令，却在路飞的悬赏令上免费蹭了一个后脑勺，因此沾沾自喜。山治相反，因为乌索普的炫耀，山治自己又没有被悬赏而在生闷气。第2次阿拉巴斯坦，路飞1个亿，索隆6000万。这一次是在准备登空岛的时候，悬赏令信息是黑胡子展示给他们的。后知后觉，路飞一如既往的炸裂高兴，振臂欢呼。索隆也是非常开心，并说道：“才6000万贝利啊，还不够吧？”看来索隆自信中还带点小不满意呢。山治觉得这次应该有自己了，让乌索普好好看看。结果这次依然没有，山治很失望。司法岛结束后，草帽一伙全员有了悬赏，这次就精彩多了。路飞飙到了3亿贝利，这一次路飞更加的开心。索隆1亿2000万，依然稳重自信的扬了扬下巴。罗宾8000万贝利，只涨了100万的罗宾对此可以说是毫无波澜。山治、娜美、乔巴、他仨直接崩溃。首先山治也终于有了自己的悬赏令7700万，可这并不是山治想要的。路飞还安慰山治，第一次拿到这个数的赏金已经很棒了。路飞不知，相比于赏金，山治更想要一张起码正常点的肖像，以至于不会沦为全世界 lady 的笑柄。娜美1600万，作为胆小组的主力，显然她承受了她这个心态不能承受的压力。但是娜美的照片都是被当写真片拍的，照片好看也算是心理上的一点慰藉。乔巴50，就像乔巴吐槽的，我也像个勇敢的海贼一样去战斗了呀。确实，乔巴命都拼了，到头来连个棉花糖都换不了。乌索普当时不在场，但可以想象乌索普先是惊讶，然后就会长舒一口气，因为悬赏的是狙击王，关我乌索普什么事儿？再就是戴着面具，鼻子上缠着绷带，起码没有被通缉到真实长相。不过乌索普还是低估了自己鼻子的辨识度。弗兰奇4400万，弗兰奇当时不在场，不过他也属于喜欢涨价的狠人。在渔人岛，霍迪琼斯展示了路飞顶上战争后4亿的悬赏令。显然霍迪的话，路飞是一句没听进去，只是高兴自己的身价又涨了。得岛期间，因为乌索普的操作，明哥把巫神单拎出来悬赏5亿，直接是不光把乌索普吓傻，所有人都傻了。对于乌索普来说，越不想要的名气反而越能沾上。得岛结束后，由小迷弟公布大家的最新官方赏金，路飞5亿贝利，路飞一如既往的庆祝，索隆3亿2000万，索隆淡淡一笑问有酒吗？看来索隆对自己的赏金还比较满意。罗宾1亿3000万，罗宾倒是轻描淡写的调侃，讨厌涨了呢。其实罗宾的心态一直稳的一批。弗兰奇9400万，弗兰奇有点不高兴了，一是扫兴差一点就过亿了，二是吐槽照片居然是弗兰奇将军。乌索普2亿，乌索普对此依然是很矛盾的情绪。吓人的是赏金一下涨了这么多，居然还是正脸，但他其实很高兴，只是吐槽照片不是拍的特别好。这下倒是让弗兰奇的心态更不平衡了。山治、乔巴、娜美、布鲁克因为先去了佐屋，并没有给出反应。
不过想必山治的心态会和之前完全不一样，他能猜到只许活捉里面的危险端倪。蛋糕岛之后，路飞和山治的赏金更新，不过最被搞了心态的是路飞，不再是一如既往的兴奋，因为少数了一个0，以为自己的赏金降了，差点丧失了对冒险的信心，就等于是辛辛苦苦练起来的号说封就被封了。还好船上有时速的，不过海军可是差一点就掌握了兵不血刃打败路飞的诀窍。山治的3亿3000万赏金，那必然是过年了。但是呢，好消息赏金比索隆高，坏消息名字前面加了文斯莫克，可以说是悲喜交加了。和之国结束，也就最新版悬赏，路飞4皇加30亿的悬赏，这表情显然尼卡后遗症还没有消失。乔巴暴涨10倍，但他的心态很复杂，虽然涨幅最大，但总感觉和伙伴的差距越来越大。娜美这一次心态倒是不怕了，因为财迷的最高境界就连自己的赏金都眼馋，再涨的话怕是要去自首领钱了。布鲁克虽然年轻时就被悬赏了，但还没见过他的反应，看来他也对赏金上涨很高兴。弗兰奇的悬赏令第一次是自己，第二次是弗兰奇将军，勉强说得过去，这一次直接就是桑尼了，悬赏自己的悬赏令，赏着赏着自己人没了，弗兰奇心态濒临崩溃。乌索普这一次是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了，因为涨得真的扛不住了，民歌版悬赏令已成现实。罗宾和索隆是从头到尾最稳的，罗宾是完全没有在关注自己的悬赏金，而是在专心为乔巴棉花糖。索隆稳重之余还不忘嘲讽山治，这下好了，7号之外又有了4号的外号。盛平除了有点懵逼，倒也很平静，毕竟元气无海。山治嘛，他的悬赏令真的是没有一次能让他好好高兴一次的。不过倒是期待这一次山治的照片有没有变，帅气一点的话，那兴许还能平衡一下心态。草帽团朝南布鲁克的那些经典装扮，以布鲁克的身体条件，其实他穿不穿衣服都无所谓，即便他穿得很露骨也没事儿。但布鲁克恰恰穿的还越来越时髦了。初登场的布鲁克穿着一身稍显破旧的礼服，一开口就知道是老绅士了。布鲁克加入草帽团较晚，所以2年前的这段时间，主线剧情里就这一套衣服。2年期间，布鲁克成了名扬四海的音乐家，别人都在各地修炼，只有布鲁克在各地开巡回演唱会。长手族的人给他们的摇钱树打扮了一下，大皇冠、小墨镜，上身礼服毛领，下身大花裤子、尖头皮鞋，是很风骚的穿搭了。这算是布鲁克2年后最经典的穿搭。穿了很久，直到庞克哈萨德最后和去德岛的途中，布鲁克换了一件蓝色长款冬装。又瘦又高的布鲁克穿这种长款衣服还是更好看一些的。作为德雷斯罗萨首传组的一员，休整期间，布鲁克换了身酒红色长款大衣，一条带条纹的黄裤子，还有那总少不了的绅士领巾。2年后的布鲁克更喜欢穿颜色很鲜艳、风格很骚气的衣服，中途还被乔拉的艺术果实给变抽象了。去佐乌期间，布鲁克穿了身粉红印花衬衫，还有红黄条纹的裤子。作为毛皮族的恩人，也是被赠予了一件外套，只不过布鲁克这个看起来很破。后来知道这都是被犬蓝那边的狗类毛皮族给咬的，毕竟布鲁克太招狗类毛皮族的喜爱了。下象时，布鲁克终于换了身款式一样的黑色新外套，又戴上了他的礼帽，时尚又不失绅士，趴地上就要看雷九的胖次。到了万国，布鲁克从花里胡哨也换上了当地的特色穿搭，对战大妈的时候，这一身的战损版布鲁克也是非常帅气的。虽然布鲁克顶撞大妈，不过大妈还是很喜欢布鲁克这种奇珍异兽的，并且把他的外套给脱了。原来布鲁克也是穿内衣的，而且款式依旧很骚气。然后大妈就把布鲁克包成了一个晴天娃娃，一起睡了。之后一伙人重整旗鼓，沐浴更衣后，布鲁克换了一身比较低调的穿搭，在茶话会上冒充路飞，趁机敲碎了修女的照片。在去和之国的途中，布鲁克换了2套衣服，一套是紫色衬衫黑裤子，一套是白色花式门襟衬衫酒红色裤子。不过随后警卫们给大家变了装，一身惨白，好像还被人射了几箭就算了，头顶上还套了个裤衩子，绅士到极致就是本色。一伙人准备进攻鬼岛前，路飞、乔巴、布鲁克换上了武士装扮，然后被罗宾夸赞很可爱，说非常像3只虫子。之后布鲁克换了身黑白无常长款外套，再加上警卫们又给变了个披风和避雷针出来。布鲁克问罗宾这回怎么样，罗宾说一般吧，这次是连吐槽都懒得吐槽了。黑白无常一直穿到鬼岛大战结束，中间的那一波冰上滑步搞得非常帅。开宴会的时候，布鲁克换了身正常的和服，在人群中奏乐。去弹尖岛的途中，布鲁克变回了平时的穿搭风格，先是一件短袖 T 恤，穿回了花裤子。天气变冷后，换了一件连帽冬装，结果一伙人掉海里去了，还是索隆拽着布鲁克的头发把他捞上来的。到达之后，布鲁克穿了一件满是斑点印花的上衣，然后和索隆一起换上了未来岛的装扮。布鲁克一头优秀的爆炸头上还戴了个大头盔。布鲁克一进来就感叹这里太酷了，充斥着未来的元素。可不是嘛，如果说愚人岛是山治的天堂，那这里就是布鲁克的天堂，毕竟这里流行下半身只穿裤衩子。在剧场版里，布鲁克的穿搭更加哇塞，可以说每一件都在意料之外。强者世界里绑了个头带，戴着手环，非常的嬉皮士。在整根小烟一抽，衣服上印有喜卡巴内尸体的字样。Z 里面把爆炸头染成了粉红色，和弗兰奇搞了个情侣发型发色，戴了一顶猫造型的帽子，一身的休闲穿搭。黄金城里一开始的风格还挺帅的，先是一身休闲装，还戴了鹿角，然后是很气质的晚礼服，但是后来就越来越离谱。
在换装游戏的时候换了条很夸张的裙子。执行任务乔装打扮的过程中，布鲁克先是扮成了个小丑，然后一伙人打劫了天龙人的衣服。看到布鲁克的这套穿搭后，我直接痴呆了，不忍直视，简直是绝了。狂热行动里先是把头发染成了3种颜色，粉红色裤子，蓝色条纹 T 恤，上面印有夏天的尸体字样。之后换回了绅士风格的装扮，但总感觉布鲁克有一种老管家的气质。热爱剧场版里的布鲁克，开局卫衣短裤的穿搭非常时尚年轻，头发染成了黄色，戴着一顶心形图案的帽子，外面还套着卫衣帽。他的头发两边还留出来2团爆炸丸子头，衣服上有9的字样，布鲁克的代表数字，也代表草帽团的第9位成员。后来的战斗服和大家的风格一样，只不过依然是发型足够扎眼。虽然布鲁克90岁了，但打扮上还从没有输过年轻人。在这方面，布鲁克胆子大得很，毕竟没有什么是他不敢穿的。海军本部真是个神奇的地方，这里有追着海贼王满世界跑，一招教育员大将的中将，也有不管上司下属还是隔壁部门的人，谁都能怼他2句的元帅。有顶上战争先当逃兵后点投降，但2年后依然飞速升官的未来海军王，也有2年前谁也打不过，但2年后谁也打不过的新世界连贵王。有位海军靠一招铁拳从海军本部打到新世界，也有一位海军靠一招铁块从海军本部挨打到新世界。顶上战争打得惨不惨烈，不同的海军将领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只看赤犬，海军打得血流成河；只看黄猿，海军打得游刃有余。另外再看青雉，海军这边的网速好像还有点卡。又看战国，开大2小时打了1秒钟。再看卡普，卡普差点从海军英雄变成海贼英雄。海军和推进城组成了一个迷惑的闭环，毕竟推进城跑出去的人太多了，堪称是主线加剧场版 BOSS 供应商，而海军又负责抓回海贼，一加一减等于海军啥也没干。推进城表示，求求你们海军别再抓回来了，真的关不下了。海军表示，求求你们推进城别再让人跑了，真的抓不过来了。在香波地群岛，德雷克马上就要被黄猿一脚开飞的时候，德雷克好像在说，麻烦轻点，其实我是海军，咱自己人。黄猿说，那巧了，我还是要开飞你，因为我是革命军。海军海贼堪比无间道，而且卧底们混出来的地位都不低。维尔哥海军中将，德雷克凌空六子，克拉松民歌亲信更不用说，这帮人天天催老大收网，说自己快扛不住了，因为再不收网，自己都快混成这里的老大了。海军这边出重大任务的时候，经常派一帮老头老太太去，这显然是给了一些勇士可乘之机，个别不法年轻人甚至会嚣张的把船直接靠上去欺负他们。其实海军本部就是职场现状，赤犬就是那个全公司最较真的，在大家都不认真的地方比谁都认真，那赤犬只能被所有人演了。黄猿就是来混工资的，到点下班，并且在各种人情世故中混得游刃有余。青雉也很躺，但躺的方式和黄猿还不大一样，青雉是上一会儿班就翘了，不是去睡觉就是骑自行车去了。藤虎就像是刚进公司个性十足的有志职员，敢跟领导赤犬互喷，连赤犬也拿他没办法。绿牛显然平时嘴上奉承大领导们的好话，说的比谁都漂亮，这也许是他升职的原因，因此他连赤犬都不太放在眼里，但是一遇到事儿的时候就整个垮掉。战国就是无官一身轻，当元帅的时候身不由己，退休之后完全换了个人。虽然大多海军将领的正义理念各不相同，但是当他们面对培养了大半个海军本部的责法森 C 的时候，那是无比统一，一个比一个打得猛。赤犬下的令，黄猿动的手，青雉修的坟，责法的3个好学生，还有一帮中将看的戏，只有责法和路飞一个海军一个海贼看对眼了。原来海军本部都是虚假的门徒，只有路飞才是真正的学生。曾经以为七武海是海军的专属打手，但后来很难不怀疑七武海制度到底是在给谁培养打手。原来这个制度如此高瞻远瞩，海军旧将必属精品。老沙顶上战争救了路飞甚平，鹰眼成了索隆的师傅，熊根本就是自家叔叔。罗不仅救了路飞的命，2年后还变成了同盟。女帝为了路飞更是连海军都照踢不误，现场认卡普爷爷。甚平现在直接是草帽团成员，巴基也曾和路飞一起并肩作战。明哥虽然没有那么亲切，不过明哥的操作给彻底废除七武海这事儿添了最后一把火，最终让路飞彻底成为最大赢家。可以说在路飞成王这件事上，海军的间接作用还真是功不可没，毕竟昔日的七武海加起来都能给路飞再组一个草帽大船团了。正义在卡普身上仿佛魔咒一般，别人家的孩子德雷克因为父亲是海军，自己从小也立志想当海军，而卡普苦口婆心打算培养成精英海军的几个孩子，不是海贼就是革命军，好不容易有一个有戏的，还让海贼给抓了。只不过卡普蓄力已久的怨恨，让曾经的爱徒之一青雉给挨上了。青雉表示牛逼，顶上战争被孙子一拳打翻，现在却把我海底落下。卡普说，那能一样吗？你爷爷可不叫卡普。不被喜欢的正义是否还是正义？顶上战争结束后，你可能还没在艾斯的死这件事上缓过来，可好像整个海贼世界却都在庆祝海军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这是顶上战争后带给我最震撼的一幕，但随后就感觉这很正常。老沙、凯撒、明哥、凯多，毫无疑问他们是坏蛋，但是从头到尾都属于主角团对立面的海军，我们却从来不会称他们为坏蛋或者反派。说到正义，那就不得不说到现在海军的领军人赤犬。其实赤犬很多操作都很有意思，
甚至感觉他的很多操作和他不通情达理的表象截然相反。海军一直以来是世界政府的遮羞布，甚至被说是天龙人的狗。但是赤犬其实也不喜欢天龙人，他上台后，海军和世界政府的割裂居然加剧了，并且当面说吴老星是傀儡，因此被吴老星狗血淋头。和对世界政府唯命是从的战国元帅不一样，赤犬却在寻求改变这种现状。索尔的部队的创始人大概率就是赤犬，毕竟赤犬身为元帅，没他点头，这个部队不可能存在。而且赤犬臂膀上恰好有一个剑的刺青，索尔的部队最大的意义就是直接跨过上级许可执行任务。德岛时期，赤犬和藤虎对喷，骂藤虎丢脸，结果最后的惩罚只不过是不让他进家门，听起来好像根本不是惩罚，而是类似老夫老妻的气话。因为如果世界政府直接对其惩罚，那可不止这种程度了。所以感觉赤犬是做给世界政府看的，意思是藤虎是我的人，我已经惩罚过了，你们不用干预了。但藤虎依然悠哉的在玛丽乔亚吃面条，这里跟海军新本部就算是一墙之隔，赤犬也没咋地他。而且赤犬藤虎不合是不合的吧，但藤虎说的话，赤犬也不是完全听不进去。藤虎主张废除七武海，赤犬一开始也反对，但话里也能感觉赤犬并非不能接受。在顶上战争中，身边的人都这么演了，科比还发起投降投票，但是顶上战争后，科比却飞速升官，从顶上战争草长，2年后直接升大佐了，连升7级。要说赤犬是畏惧卡普，可追杀路飞艾斯的时候，他好像也不怕卡普能一拳锤死自己。后面还包括斯摩格升中将，提拔海军新生代和候补大将，以及藤虎绿牛通过世界大征兵成为大将，赤犬必然都是重度参与者。而最微妙的还是赤犬和青雉的关系。在慎平透露赤犬青雉10天大战的时候，得知是赤犬念及旧情，对青雉手下留情了。两人虽然都伤得不轻，但确实是青雉伤得更重。在吴老星提到青雉倒戈黑胡子的时候，赤犬一句话赶紧撇开了和青雉的关系，说他爱干嘛干嘛，这不对劲儿。以赤犬的极端性格，知道青雉后来当海贼了，那不得玩命追杀青雉。这个时候赤犬就显得不痛不痒。这还没完，后来青雉和黑胡子聊天的时候，也不痛不痒的拿这场战斗来开玩笑，并且对索尔的部队这么了解，总感觉他俩有事儿啊，是不是密谋了什么事情，不想让世界政府知道？还有顶上战争期间，赤犬堵逃兵，当然赤犬杀没杀这个逃兵，漫画里并没有给到直接的画面。赤犬说，要真是为了家人着想的话，就不要这样丢人现眼。家人这个词居然能从赤犬这种人口中说出来。顶上战争大概有4处关于家人的字眼，一个是白胡子这里，一个是卡普这里，一个是科比这里，还有就是赤犬这个。白胡子是为了家人倾其所有，而赤犬的意思也是，你要是为了家人，就应该勇敢战斗。只不过赤犬这个并没有什么刻画。虽然赤犬偏执极端，但他上台后确实也做了很多改变，身边的人一个个都演他，正义理念完全不同。不过黄猿、藤虎、科比、斯摩格不还好好的？迷茫正义的青雉，打卡下班的黄猿，他们的性格基本都明朗了。可是感觉赤犬要做的事情才刚刚开始。说实话，我也不喜欢赤犬的正义，但赤犬非但没有压制异己于死地，反倒是包容平衡了海军内部的各色正义，甚至竟然有百花齐放的趋势，不知道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赤犬的正义绝对自我，也正因如此，他以海军利益为出发点，总会和干扰因素据理力争。所以赤犬的正义当然可以不被喜欢，但至少海军在他的统帅下，更多的正义正在大放异彩，压根就没有想过自己怎么出去，只想大家可以此时免遭袭击。路飞艰难地挤出一个傻笑，说自己一定会赶在你们面前到。伙伴们还在天真的高兴，只有慎平看穿了一切，这场战斗不会那么容易。然而这就是船长的担当啊！路飞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他首先是一个海贼团的船长，而不是英雄。虽然路飞这一路上一直在做好事儿，但他自己也不希望别人把他做的事儿看得很高尚，因为路飞做的好事儿基本都是以伙伴或者朋友为出发点。简而言之，就是自己想做他才会去做。推进程越狱、顶上战争、挑战海军权威意味着什么？这完全不在路飞该考量的范围内，他只想救他在乎的人。路飞一直都是想当一个开着宴会吃着肉自由快乐的海贼而已，因为当英雄实在太累了。路飞的拳头只为自由和伙伴战斗，路飞的船只为冒险和梦想起航，而这恰恰才是真正的船长。草帽一伙自己觉得没什么，但别人很羡慕的事情，自己拥有着觉得无所谓，可是那是别人想要还得不到的。最搞的是当事人对这件事儿还完全没感觉。首先就是路飞，海贼女帝爱他爱得死去活来，这事儿换到别人身上那真是做梦一样。但是路飞对这事儿完全没有概念，所以就随口一说和女帝是朋友，就这还把山治给刺激到了。要是路飞说女帝喜欢自己，想和自己结婚，山治高低得原地晕过去。索隆、小紫和他睡了。作为和之国的花魁，能获得小紫的事情，那是很多人挤破脑袋都没有这门子的事儿，连小紫自己都觉得这是件很难得的事儿，还问索隆开不开心。不过获得花魁自愿服务的索隆根本是油盐不进，还说你还觉得挺光荣的是吧？这事最羡慕的还是目击证人布鲁克了。不过布鲁克更牛逼啊，他睡的是四皇大妈。山治获得了男人的浪漫战斗服，虽然说当初死也不用的山治终究是没有逃过真香定律，但因为杰尔玛的关系，山治始终是嫌弃的，还当着奎因的面给踩爆了。可是作为男人的浪漫，路飞、乔巴、弗兰奇还有北海的迷弟们怎么可能不羡慕这种装置？
简直是做梦都想体验一下。路飞要知道山治暴殄天物的话，遗憾的心情那得是和没能拉上狙击王上船是一样的。娜美威霸上手就会，作为能用身体感受天气的天才航海士，驾驭方向和海流如同吃饭睡觉，普通人要训练10年才能驾驶的威霸，光月玉田和路飞都先后在这上面栽了跟头。然而娜美上来就会，还玩得得心应手，路飞当时看到都快羡慕死了，甚至耍起了小孩子脾气，很不服。罗宾自我感觉一般的情报能力，在和之国，罗宾伪装成艺妓进入黑炭大蛇的府邸，很快获得了决战当天大蛇的起床时间，要送去鬼岛的贡品内容、凯多喜欢的东西和手下组织结构、对方的兵力和武器数量。然后罗宾还很自愧地说自己没用，只得到了这点情报。看十郎直接就懵逼了，夸罗宾牛逼，言下之意是你把我组织的老底都揭干净了。当时在场的伙伴加起来都没罗宾一个人知道的多。乔巴有和娜美、罗宾共浴的特权，当时乔巴因为毛皮上落了很多火山灰，被罗宾邀请一起洗澡。首先乔巴对人类女性没有想法，还推辞说今天不适合洗澡。乔巴没觉得什么，布鲁克倒是来劲了，请求乔巴带自己一个。布鲁克说自己没有作案工具，是不是也可以？罗宾直接冷酷地回了句不要。布鲁克的心都伤透了，布鲁克连心脏都没有。乌索普赏金力压得岛的大佬们，明哥当时发赏金的时候一个一个点名，点到最后乌索普发现没有自己，本来都暗暗窃喜又躲过一劫，结果明哥最后给乌索普了个全岛最高星级5颗星5亿，爱他就把最好的给他，明哥可谓是爱之深恨之切了。看当时周围的人还有路飞索隆的反应就知道这事儿有多离谱了，因为当时路飞索隆包括罗都不清楚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当然也因为这事儿乌索普的官方赏金从3000万直接飙到2亿，都压过当时的山治了，全团第3。弗兰奇真是一把羡慕住，弗兰奇几句话的功夫造好一座桥的基建狂魔手艺，当时索隆、山治、乌索普都惊呆了，这桥甚至都不是敷衍了事的临时桥，还有护栏和雕花，但是弗兰奇自己却不以为然，他甚至对护栏上的雕花不太满意，说再稍等一下，他想再修改一下，这工匠精神属实是太过于离谱了。布鲁克轻松收割历史正文，当布鲁克从头盖骨里拿出3份历史正文拓本的时候，在场的所有人都难以置信的愣了，只有当事人布鲁克风轻云淡，还转而关心佩德罗的情况，其他4皇都梦寐以求的历史正文就真的这么到手了吗？一旁的布鲁克仿佛就是撒了泡尿一样简单的回应啊，是的。所有人又惊了。慎平轻轻松松11亿赏金，七武海制度废除后，原七武海的赏金也陆续解冻，慎平在和之国轻松拿捏福兹福，提升到11亿赏金。说实话，因为现实原因，慎平的赏金也被压得厉害。不过慎平作为见过大风大浪的人，显然对他的赏金没有太多感触。可山治可是羡慕的都快觉醒尼卡形态了，所以有些优势在自己手里不自知，在别人那里可是日思夜想。关于这点，想到路飞曾经说过的话，我不会剑术，也不会航海，不会做饭，更不会吹牛，所以他找了相应的伙伴，选择无条件信任伙伴。在这上面，伙伴们也从来没有让路飞失望过。鬼岛上的百兽海贼团名不虚传，鬼岛补习班想学你就来，名师1对1辅导，学不会不准走。百兽之所以是百兽，这里除了远近闻名的凯老师，还有一大批非常优秀的老师们。首先就是尽职尽责的靳老师，为了等索隆从屋顶上下来上课，硬是在下面保存体力等着索隆来。靳老师一眼就看出了索隆现有的不足，对研磨的掌控力不够，霸气水平还不够顶尖，情感还没有进入状态，所以接下来靳对这方面也是良苦用心。当然靳首先定下了这堂课的基调，战斗中的定式和流派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一颗强烈的求胜心。索隆立刻就领悟到了，撒开手脚的索隆和靳的战斗也很快渐入佳境。在初期，靳的身体素质和冲击力要远高于索隆，不止一次的要把索隆撞下鬼岛，但也是在这期间，索隆用出了空离枪，弥补了空战的不足。当然最让人想哭的是，索隆在舍身救3代鬼社的时候，马上就要坠岛了，靳直接就是把索隆踢回了岛上，还非常暖心的说了句你为了救刀命都不要了，这句话细细一品好温柔。而且靳还顺带把河道一文字也踢给了索隆，经典的学不会不准走的名场面。靳为了让索隆了解到自身霸气的不足，还专门敞开双臂让索隆练练手，明白自己哪里不够好。结果不管是研磨还是河道一文字都不能破防靳，也正是靳的如此的引导，索隆的内心情感才进入了状态，不仅能驾驭了研磨，还被激发出了霸王色缠绕。随后靳老师故技重施，复习了一下之前的错题，这一次索隆没有被靳的刀缴械，而是弹开了靳。在索隆变成了一个崭新的自己后，靳老师非常欣慰，倾囊相授，下课。另一边是因材施教的奎因老师，作为加治的前同事，他非常了解吉尔玛，了解山治，所以在奎因绞杀山治的时候，那是体罚学生嘛，显然是奎因良苦用心，他在帮山治激发体内的潜力。奎因老师的方式果然很有效。那接下来山治的不足是斗志不够强烈，心魔过于严重，学习过程中非常迷茫。结合这一点，奎因老师非常聪明，以毒攻毒，不断提到吉尔玛来刺激山治，还趁着山治迷糊打了女人，让山治以为是自己打的。山治的2大雷区被彻底踩爆，山治冲散了心魔，抛弃了战斗服，斗志到达了顶点，魔神降世，破碎一击，终结了奎因。此时奎因的旁白响起，山治，你不用知道这一切，只要你安好，你就只管前进吧。
最后倾囊相授下课。除了这2位，其实凌空六子也有很努力的在教。首先，福兹福老师虽然在实力上远不如慎平，但是为了把太阳神妮卡和橡胶果实的过去讲给大家听，福兹福即使手指折断、手腕被掰断，也强撑了下来。当时虽然觉得福兹福老师很啰嗦，都脱堂了，但是现在为他的良苦用心而感动。黑玛利亚老师也是良苦用心，他的课更注重情感教学，为了让山治明白伙伴的意义，逼山治向伙伴求救。玛利亚老师表示，山治，你的老师是奎因，我这边另有安排了。然后又给罗宾和布鲁克放出了足以让他们俩变得脆弱的幻觉，但是罗宾和布鲁克都战胜了心魔，因为他们有了最好的伙伴。玛利亚老师很欣慰，情感是最能激发人的潜能的，一环扣一环的情感升级，没有辜负玛利亚老师的努力。罗宾终于觉醒恶魔形态，倾囊相授下课。另一边，提木老师的课上得有点费劲，因为提木老师的教学宗旨是不要过分依赖机器，作为真男人，自身的强大才是真的强大。所以提木费了老命的破坏弗兰基将军，为了什么？功夫不负有心人，弗兰基将军被破坏掉了。弗兰奇用自身的力量打败了提木。提木老师的旁白响起，这周你依然是个真男人。润体老师也贯彻学不会不准走的原则，对付娜美乌索普这2人就该用紧迫感来激发潜能，还有就是不断欺负小玉，给娜美和大妈叠 buff。润体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就一路猛追。为了让娜美有时间策反宙斯，润体老师还不惜用自己吸引大妈的注意力，被锤了一顿，真的是良苦用心。最后成功让娜美用出了和天后棒融合的超级宙斯，完成实力飞跃。所以练习2年半不如鬼岛2小时。草帽团大多数人在课后都完成了质的飞跃，所以正因为有了百兽，才有了更好的草帽团。海贼王里因为没有光环而引发的区别对待，在海贼王中，比实力和背景更重要的是冥冥之中的光环。即便资历过人，有没有光环完全是2种不同的结局。首先，基德对这种光环有话要说。当年香波利群岛我3亿1500万的赏金傲视群雄，我以为我是有光环的，结果鬼岛3傻拥有主角光环的路飞，现在吃香的喝辣的；拥有人气光环的罗和4皇打得有来有回，死里逃生，其实表现的还不错。你们再瞅瞅我，直接被秒，而且是连船带船副整个垮掉的那种。基德表示懂了，这就是因为没有光环而引发的区别对待。其实基德和路飞的莽夫性格最像，基德算是真正的草根版路飞。要说路飞有主角光环，罗有人气光环，巴基有运气光环，那基德只有一个死都打不赢红发的完美闭环。路飞说要揍飞凯多，基德说要把凯多脑袋拧下来。路飞要拉4皇下马，基德直接就干红发。为什么路飞行，基德不行？显而易见，差点东西。对于光环，明哥也有话要说。之前有个小丑扬言要当4皇，甚至海贼王，当时身为 Joker 的我呵呵一笑，没想到现在我成那个真小丑，那家伙成真 Joker 了。巴基的运气光环堪比主角光环，罗杰传的背景就先不说了，从混上七武海，然后跃迁到4皇，海贼王也势在必得。而明哥成为七武海里混得最差的，直接就进去了。巴基甚至让老沙和鹰眼都被迫营业成了小丑，这就是光环的力量。对于光环，凯老师也有话要说。我身为4皇，身边有坚信我能成为海贼王的干部，我也有成为乔伊波伊的意愿，也有世界上最顶尖的霸气，有羁绊，有野心，有实力，没有人比我更加懂得如何成为海贼王。乔伊波伊的光环舍我其谁？向主表示不好意思，让一下，你是假的，真的在这儿呢。所以凯老师可能只是差一截运气。既然如此，还不如倾囊相授，成为了一个青史留名的老师。当然，晋也是一样的，晋有颜值，有和船长的羁绊，在拥船长成王这点上说过和索隆一样的话，但只因为晋没有光环，成为了索隆进阶路上的垫脚石，最后被绿牛吸干，连下线都没能保住一个体面。可见没有光环，只能充当可有可无的工具人。对于光环，白胡子和艾斯也有话要说。家人们谁懂啊？都说如果白胡子和艾斯不死的话，路飞就没法顺利当上海贼王，在海贼之巅必然有一场大义灭亲之战。白胡子表示不至于，我一个旧时代的残党，梦想是家人，我对海贼王真不感兴趣，要当早当了，唯一的夙愿就是艾斯成王，这个可以交给艾斯自己决断。艾斯表示不至于，我一个前王遗孤，在这世上就这些情同手足的人了，老爹不想当王，弟弟喜欢当这个海贼王，那我就让了，直接弄死人，多少有些歹毒了。所以白胡子和艾斯看似身份显赫，实则是一点光环没有，直接献祭新时代。对于光环，红发也有话要说。红发说这里为什么还有我？因为红发虽然有面子，但是还真不一定有成王的光环。早已具备争夺 One Piece 实力的红发，到现在才出手，似乎早已计划好了一样，行为呢越来越反常，黑化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当然，黑化不等于变坏，有可能因为一些难言之隐，又或者又堵了点什么东西进去。因为红发之前立志要乘坐自己的船到达拉夫德鲁，到和巴基分道扬镳的时候，说自己改变了想法，暂时不去了。而中间最关键的转折点，就是罗杰成为海贼王后给红发说了什么，红发嗷嗷大哭。也许是红发因为某种原因注定无法成为海贼王，他的全部赌注都压在了路飞身上，所以红发最后还是有因为没有光环而被区别对待弃掉的可能性。所以在海贼王里，只靠实力和背景的上限，到4皇就到头了，而想成为海贼王，那只有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了。卡普红发越强，东海越牛批。
红发一刀秒基德可以，卡普一拳轰碎蜂巢岛城镇很好，鹰眼赏金比肩四皇可以了。对此，东海有几位大佬有话要说。罗杰红发的神臂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早在东海的时候，父皇蒙卡早就用此招将卡普砍翻在地了。众所周知，那个时候还没有霸气这个概念，更没有黑闪拉丝的特效，就连顶上战争的时候，霸气也只是无形无色的。然而父皇其实早已掌握了神臂和霸禅，深藏功与名。父皇之所以没有喊出海贼王曾用过的技能名，他只想给这位旧时代的老兵留点面子。毕竟卡普也曾是追着罗杰满世界跑的人，父皇蒙卡已经用能预见更远未来的见闻色，预判到了自己那个不成器的纨绔儿子将来会跟随卡普逆转人生。父皇的真实实力未尝可知，但此刻他为了儿子的将来，他只想点到为止。然而在新世界嘎嘎乱杀的卡普，在东海可谓是寸步难行。大河的棒子被吐槽是雷鸣四卦，凯多的秒人绝学叫雷鸣八卦，在东海达旦手里有一招名叫雷鸣8864卦，而且还是个木棒。想用木棒把卡普这种级别的人打得头破血流，棒子上没有顶级霸王色缠绕是做不到的，因为没有特效的缘故，这一棒也是看起来平平无奇。但卡普作为当事人，早已感受到了这木棒上的气魄非同小可，只能是乖乖挨打，不敢还手还嘴。在东海吃瘪的还不止卡普，当年山贼王西格的操作看起来多少有点嚣张了，但是现在看来西格真的有东西。红发当时早已事先感受到了一个气魄碾压全场的人进了酒馆，所以红发才送酒示好。可以确信，西格在酒瓶子上缠绕了霸王色，拍的红发当场就没脾气了。然后西格立刻将霸气缠绕在了刀上，意思是比霸气还是比剑术随你挑。红发没敢吱声，因为他不想成为第57个西格的刀下鬼。事后只能用大笑掩饰尴尬。紧接着垃圾路就用橡胶果实转移话题，这事儿就糊弄过去了。至于后来红发东海断臂，这里也有了更合理的解释，因为晋海王用缠绕霸王色的牙齿咬碎了山贼王，其实力比西格要更强，红发自然更加不敢对其动手，只能无奈献祭一只手臂，和晋海王眼神达成了某种协议。而晋海王也不是不通情达理，晋海王用最强大的见闻色预见了红发会将怀里的这个小孩引上海贼之路，而这个孩子会给世界带来黎明，晋海王就默默撤退了。多年之后，晋海王带着红发的那一份，以及把自己也赌在了新时代上，故意放海为将来的王送行，这也就是红发所说的赌在新时代的含义。至于鹰眼，他可以庆幸他遇到了见谁都喊声哥，低调温柔的刀神剑圣，当然还有海贼版战国眼看不妙就要摁人的路飞，不然鹰眼也可能会像红发一样丢点什么东西在东海了。从此鹰眼老老实实在家种地，再也没来过东海。像鹰眼这种非常瞧不起弱者的大佬，为什么在那个时候态度两极反转，鼓励索隆？为什么后来还要收索隆为徒？因为鹰眼一直活在恐惧中，他一直在做自我救赎。新世界才哪到哪，东海才是修罗场。好了，以上内容均有视频为证，纯属当真，切勿娱乐。海贼王中开始看似不强，实际上很强的人。俗话说人不可貌相，有些人上来看起来不是很强，但后面所展示的实力和他的第一印象不说两极反转，那也是差别很大。说到这个，第一个想说的就是罗杰，当然这个是我的主观第一印象，一开始就感觉罗杰长了张路人脸，当时就想罗杰能当上海贼王自然有他的实力，但总觉得罗杰穿了身海贼们最常穿的衣服，戴了个海盗帽，扔在海贼堆里根本就不显眼。直到后面罗杰的事迹慢慢丰富，比如在空岛上留下罗杰到此一游的碑文，轻松拿捏和巅峰雷利平分秋色的巴雷特，一刀劈飞光月玉田，原地接白胡子的俯冲劈砍，罗杰的那张路人脸才渐渐的成为了天花板的标志。不瞒你们说，片头要不是旁白说他是海贼王，我就以为是个被处刑的某个小海贼。卡文迪许，海贼王里通常不允许这么漂亮的男人出现，还很臭美，虽然很特别，但刚开始对他的实力存疑，也不会想到他后来成为了草帽大船团1号船船长。后来看卡文迪许，的确是草帽大船团里最能打的了，一旦开出第二人格，那就是敌我不分，嘎嘎乱杀，吓得巴托睡觉的时候也得用铁链子把他捆起来。第二人格也是轻松秒杀民歌干部德林杰，而德林杰其实也算民歌手下不弱的一个干部了。卡文迪许如果能和自己的第二人格和平共处，或许会更强，当然这也不是不可能，乔巴曾经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暴走形态。花之冰五郎，第一印象就是工地里一个矮小瘦弱奄奄一息的老头，不过越是这种人才越有可能是真的大佬，毕竟雷利当时还自己把自己卖给人贩子被关了起来，只不过冰爷缩水严重，实在是远没有当年的气质了。当年的冰爷也是和之国最有威望的黑帮大佬，是光月玉田非常仰慕的人。路飞能打赢凯多，冰爷也是功不可没，首先就是教会了路飞使用流动的霸气，然后老爷子也可会摇人了，一声号令几千武士轻轻松松。老沙被路飞早早打败，到现在还能混得风生水起的老沙可以说是极个别，非要说那巴基也算吧。论战绩的话，老沙在阿拉巴斯坦被空岛路飞打败，就这条件以后还在新世界混什么？不过海贼王里面有两个非常奇怪的人，一个是谁都打不过就打路飞来劲的斯摩格，一个是遇到路飞就麻爪但跟谁都能五五开的老沙。所以老沙就是当你觉得他狼狈的时候，他一句撒西布利达那，突然再给你来一个单臂挡鹰眼拦腰斩赤犬的操作。另外老沙因为吃了登场早的亏，所以强不强还不能全看战绩，老沙的谋略让他事半功倍。
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案例索隆，忍辱负重，梦想是成为世界第一大剑豪。低风险高回报的投资案例老沙，直接招募世界第一大剑豪，牛不牛逼，惊不惊喜？超新星怪僧，当年的超新星成的成，败的败，目前为止只有怪僧的戏份最少了。怪僧是当时超新星里面赏金最低的一个，1亿0800万，刚刚过线，而且长相怎么说呢，就感觉这货不强。然而他2年前在香波利群岛是唯一一个单挑揍爬和平主义者的超新星，虽然也没有完全打败，但怪僧好像一直都领先其他同学一步。在路飞去蛋糕岛之前，怪僧就打败了大妈的第4将星斯纳格，这哥们儿赏金6亿，随后被大妈除名了将星。然后怪僧在饼干和复仇大军的围堵下还跑了。后来怪僧一直是在空岛养伤修行，感觉他现在应该挺牛批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到他登场。其实像这种扮猪吃虎的人不少，路飞这种人畜无害的长相，当时魔古镇酒馆里谁也不会想到这个戴草帽的小子居然值1个亿。所以如果开始怀疑一个拿鼻毛当胡子的人会不会打架的时候，那第6感可能是在提示你，这个人很有可能下一秒就要拔出刀来要秒人了。海贼王里那些非常规的大帅逼，海贼世界什么怪物都有，但也不缺帅的，在这里对帅的审美更是多元化的。有些人既不是卡文迪许这样的美男，也不是索隆、山治、艾斯、萨博、特拉南、香克斯这种的常规帅哥，而是越看越有气质和魅力。就像脸上一道疤，秀发齐刷刷，嘴里叼雪茄，克洛克老沙，一直觉得老沙很帅，属于那种谁都瞧不上，一副不服来打我的霸道总裁的气质。即便失败，也不能摧毁他这种刻在骨子里的自信，因为他相信有一天自己会东山再起。就是这种欠揍又有魅力的自信。而且老沙非常注重打理形象，在推进城条件有限，当然穿着囚服也是帅的，刚出来就立刻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还叫了个人给自己擦皮鞋。而且注意看老沙的侧面，这个轮廓真的很像女人。豆豆鞋、七分裤、西装皮草都很酷，精神小伙叫多福。就明哥这气质、这穿搭、这身材，就算他真是个豆豆眼儿，那也是个虾系帅哥。其实明哥要是正儿八经的穿，真的是模特级别，那套酒红色西装才是巅峰。当年明哥还是个超赛，年龄大了也坏得更成熟了，只要给明哥上一个不是很拉垮的眼睛，明哥靠气质完全撑得住。大刀划船黑刀叶，小刀虐菜米霍克。帅不一定是俊美，帅也不一定要年少，不过帅一定跟气质有关。鹰眼刚出来的时候就感觉这人一定牛逼，樱木剑眉，面瘫加络腮胡，也不吝啬展示自己的腹肌，又稳又骚。鹰眼更有魅力的是有一种反差感，他能和香克斯这样本质上的逗逼玩到一起去，也能和佩罗娜这样的傲娇斗斗嘴，既能换上性感家居服喝红酒，也能扛起锄头就种地，然后和一群狒狒和平相处，本身孤僻的很，在海贼王里真的挺特别的。小丑妆容很拉风，世间最暖克拉松，丧暖怪异还带点可爱，让克拉松帅成了冷门。他曾经免冠的证件照看起来本身就挺丧的，双方卖傻把自己扮成小丑的怪异也只是表象，而温柔才是真实的。克拉松戴的那个帽子也还挺可爱的，可以感觉到和他哥哥明哥完全不是一个类型。矿班骑车睡懒觉，风衣眼镜背个包，敢动一动给你变冰雕。青雉当大将的时候不是感觉有多帅，因为青雉说实话也不是长得帅的那种，但是身材比较匀称。辞职之后换上便装，那个阶段就有一种浪子的感觉，主要还是靠气场，而且实力强，果实能力帅，站在明哥身后特别有压迫感。一双3米大长腿，高冷强大又宠媚，吃个圈圈被偷窥，只想围脖捂上嘴。卡尔的话要说俊美谈不上，要说五官端正好像也不是，但是这依然不妨碍卡尔的帅。作为路飞的对手，卡尔却相当正直且有家庭责任感，因为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卡尔只想当一个完美的好哥哥，但比起这个他更想当一个堂堂正正的战士。就像他妹妹伤了路飞的腰子，卡尔表示我的腰子也不多，但我还是愿意赔你一颗，这一点卡尔就可以帅出天际了。艾尼路也帅得奇特，装逼装的深沉，耳垂30公分，土归土，尘归尘，我是空岛至高神。艾尼路的长相和造型就挺有异域特色，而且他能把这种异域特色拿捏得很飘逸潇洒，再加上花哨炫酷的果实能力，在早期这真的算是燃烧经费了，可以让艾尼路帅得跟别人不太一样。虽然他的表情管理被路飞给干崩了，但就算这样，打眼一看也能感觉出来是一个崩坏的帅逼。另外感觉劲也是帅得过头了，没摘面具的时候就感觉身材有型，摘下面具发现他帅得也很有特点，皮肤黝黑，发型潮流，眼眶周围还有个刺青，而且这长得也太正派了。还有更剑走偏锋的，感觉革命军的乌鸦也很帅，他真的算不上好看，但是气场是关键，一看就不是白给的那种。还有马尔科这种，一开始动画组都把他的发色弄错了，说明马尔科这种扔到人堆里就是个长得像菠萝的路人。不过小马哥果实能力帅的一批，人又靠谱，说话还经常带一个优异的尾音，斯文的吊儿郎当，越看越觉得蛮帅的。总之海贼王里还真不缺帅哥，正经帅的那些不用多说，转而看看这些奇形怪状的，这些人感觉同样有魅力。
外号王路飞能准确记住哪些人的名字？路飞是出了名的脸盲加记不住别人名字，这俩加一块儿那就是灾难级别的记忆力。所以路飞通常都是用特征、外号称呼见面次数不多的人。除了伙伴、朋友、亲人不算，路飞能记住哪些人的名字呢？一、阿龙，经典的不许弄哭我的航海士，破墙而入，直接点名找阿龙，非常帅的一幕。アーロンってのはドイツだ。二、克洛克达尔，路飞和老沙看来也是真爱了，从阿拉巴斯坦之后到推进城也有一段时间了。可是，在推进城和老沙再次邂逅，路飞不光是直接喊出了老沙的名字，在老沙从阴影里缓缓走出来的时候，路飞就隐约对上号是谁了。这跟罗宾不提波罗，路飞就想不起马尔科，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记忆力。看来路飞真的对老沙印象很深刻，毕竟当初也是能干掉路飞好几次的人。三、艾尼路，当时艾尼路击伤了索隆罗宾，让路飞非常生气，愤怒的路飞就找到了艾尼路，因此路飞的记忆力也就又被激发了出来。四、多弗朗明哥，在冰火岛的时候，路飞还未正式接触明哥，只是在顶上战争注意到过一下，所以最开始路飞称呼明哥为鸟男，之后路飞对明哥最常用的称呼就跟咱们一样，就是明哥。从路飞口中说出来还是蛮亲切的。后来再次一拳哄睡贝拉米，路飞愤怒地喊出了多弗朗明哥。五、凯多，路飞对凯老师还是非常尊师重道的，从来没有喊错过凯多的名字。从冰火岛开始，路飞耳边就没断过凯多的名字。当时罗说到凯多有500能力者的时候，路飞突然就不困了，还露出了非常可爱好奇的表情。六、凯撒，在蛋糕岛，路飞被击谈判的时候，路飞先是没用别人提醒就认出凯撒了，这相当不容易。众所周知，路飞当初连索隆山治都能认错，这里他居然认出了乔装后的凯撒。更单纯的乔巴还在懵逼地问凯撒在哪儿，只不过路飞也好骗，凯撒说自己叫瓦斯蒂诺，路飞就改口认错人了。七、卡里布，并不是所有跟路飞做过敌人、伤害过路飞伙伴的人，路飞都记得他的名字，比如陆琪，直到现在路飞还叫他养鸽子的。不过卡里布和路飞的交情并不深，路飞在和之国竟然可以脱口而出卡里布的名字。八、贝拉米，路飞和贝拉米2年未见，在德岛的时候路飞也能对上号，虽然一开始也是叫错了名字，管他叫马洛，贝拉米纠正之后，后来路飞就再也没叫错过。9、基拉，在和之国之前，基拉和路飞并不熟，他们只是在2年前香波利群岛有过一面之缘，没说过话。可在和之国，基拉都变成那样了，基德只是喊了一声基拉，路飞秒认，还能对上号。此刻马尔科真的是哭晕了。除了这些，另外熟人里面也想说2个比较好玩的，一个是波克穆斯，见过猫腹蛇老大后，路飞通常管波克穆斯叫波克腹蛇或者乌龟腹蛇。但是到路飞打完卡2后，波克穆斯精心伪装后来救路飞出去，自称是迷之穆斯的时候，路飞在这种情况下居然能认出来了，还叫对了名字。还有就是汉库克，路飞刚开始管女帝叫汉默克或者是汉毛克，后来就再也没叫错过。总之，路飞对不太熟的人未必记不住他的名字，对熟人呢反而未必能记得住他的名字。这种脑回路是不是迷惑又可爱呢？草帽团非能力者适合吃哪些恶魔果实？恶魔果实吃下后可以让人立刻拥有相对应的神奇能力。草帽一伙现在有路飞、罗宾、乔巴、布鲁克4名能力者，那其他人又适合拥有哪种能力呢？弗兰奇、瓦布尔的吞吞果实，热爱合体和改造的弗兰奇就适合吃这种身为一个人太羞耻的果实。有了吞吞果实，弗兰奇真的就能实现草帽团巨型大皇帝的梦想了，集伙伴之所长，合体成一个人。这可是现在总悬赏大几十亿的超级战士，直接无敌。但是罗宾肯定会第3次拒绝。然后就是巴雷特的合体果实，合体果实可以将废品重新排列，组成新的武器。觉醒后可以在超大范围内制造武器和铠甲，并归于自身。血肉苦弱，机械飞升，非常贴合弗兰奇的追求。SBS 里给的是 Baby 5的武器果实，武器果实就比较直接了，全身上下都可以直接变成武器。乌索普，因为乌索普本身就有超远的见闻色和精准的狙击能力，所以拔果实和瞪果实其实对乌索普的加成不是很多。更适合乌索普的可以是邦迪沃尔德的默默果实。默默果实能让自己的移动速度大幅增加，走位风骚，也能将接触到的物体的速度、力量、体积、重量成倍增长，最高可达100倍。乌索普可以用于强化自己的各种弹药，比如可以吞掉一座岛的食人花，可以在8000步下的船，最难躲避的子弹，甚至是能吓死凯多的乌索普铁锤，很不错。SBS 里给的是白胡子海贼团6番队队长的口袋果实，简直就是哆啦 A 梦，适合乌索普放他的稀奇古怪的发明和弹药。娜美，德索罗的晶晶果实，毕竟可以控制黄金，只要是看到的黄金，那都可以收为己有。除了这个，还有警卫门的夫妇果实，这样就不用跟人砍价买衣服了，
娜美应该是很想拥有这样的能力。自然系果实也 OK， 配合娜美现有的宙斯，以及可以制造风雨雷云雪的天后棒。作为胆小组的一员，娜美待在后排也可以，适合贝洛贝蒂的鼓舞果实，在后方摇旗给路飞他们家全套增益 buff。SBS 里给的是艾尼路的响雷果实，还是术业有专攻嘛？响雷果实如果可以让娜美的雷电更厉害，那也不错。山治对恶魔果实这种东西没有兴趣，但宁愿永远不会游泳，他打小最想要的也是透明果实。另外，黄猿的闪闪果实，因为山治有恶魔风脚和魔神风脚，想变得更灵活，闪闪和光速踢是绝配。长面包的吃果实，这颗果实可以将世间万物变成食物。草帽团最大的开支应该就是伙食费了，能省下不少钱。主要是山治一天天给大家做吃的，路飞一天至少5顿，有了吃果实，山治至少能轻松点。SBS 里给的是塞纽尔的游泳果实，给的理由依然是恶趣味，他可以在地面和墙上游泳，而且无视墙壁，用这个能力做不可描述的那些事儿。索隆呢？索隆已经向世界第一大剑豪更加迈进了一步，快斩果实完全不需要，索隆倒是适合门果实。本来想着索隆用门果实可以避免路痴，但是一想也不对，索隆有了门果实，怕是会越走越远。那样的话，索隆有了门果实，应该会很快找到拉夫德鲁。SBS 里给的是凯多的鱼果实幻兽种青龙形态，不过尾田表示，索隆的刀如果是吃的凯多的果实的话，那一定会酷到爆。一想索隆那刀的拟人化，还是算了，很惊喜，但应该不会很帅。慎平不需要吃果实，不然慎平变成杰克那样的不会游泳的躺平鱼人就尴尬了。还有就是留下慎平当捞尸人员，一个海流过肩摔全捞上来，效率拉满。所以 SBS 里也没有给慎平安排什么果实。不过话说回来，一些恶魔果实可以让他们在现有的基础上有强化，但相比这些强化，这几个人并没有这个意愿。索隆要靠自身努力，山治弗兰奇本身对恶魔果实没有兴趣，娜美乌索普也一直专注自己的技能。放在2年前吃果实还可以，不过他们现在靠自己的努力，一样可以变得比果实能力者更强了。草帽一伙在船上的私人领地，在大海上冒险，船就是家，布置的舒服顺心，自然也就是给航海生活增加了很多乐趣。草帽一伙人平时还真挺会享受的，包括选择自己最喜欢的活动空间。首先，路飞的私人领地就是船头，这是路飞铁打的习惯。路飞做什么都喜欢坐头部位置，万恶之源就是路飞在红发的船头证明自己是个男子汉。从此，路飞就钉在了船头上，再也没下来过。谁跟他抢这个位置，他跟谁急。甚至在左屋的时候坐鳄鱼的鼻子上，害得人家看不清路了。路飞为什么喜欢船头？除了路飞是船长的原因，也可能是因为这里的风最自由吧。当然也可以脑补一下，也许红发也喜欢坐船头。索隆的私人领地瞭望塔，这个从梅利号就约定俗成了，因为索隆很多时候都负责守夜和安保工作，除了在甲板上打瞌睡，在上面也更方便补觉。换到了桑尼号后，瞭望塔也布置成了一个健身房，应该是索隆平时最爱待的地方，平时就在里面撸铁冥想。山治的私人领地厨房，山治喜欢做饭，对他来说应该挺享受厨房时光的，平时在开发一些饮料甜品，给女士们一个小小的惊喜。说厨房是山治的私人领地，因为除了路飞，其他人不到饭点也不会没事去厨房，防火防盗防路飞，冰箱都上锁，防狗一样。娜美罗宾的私人领地，首先是他们的闺房。下空岛之前，除了娜美，草帽团还都很穷，男寝没有什么像样的置办，但女寝相对来说非常温馨整洁，完全2个世界。娜美罗宾同处一室，然后就是梅利号的顶层是娜美专属的橘子园，橘子园的保安是山治。换到桑尼号后，娜美罗宾的闺房也变得更大更漂亮了，还是同样是同睡一张床，真怕他俩一起睡久了，日久生情搞蕾丝。当然这里也被山治称之为桑尼号上的秘密花园。另外从梅利号上移植来的娜美的橘子园和罗宾养的花也算是私人领地。乌索普的私人领地乌索普工厂，梅利号上的乌索普工厂是在厨房、餐厅、操作室一体的综合房间里，毕竟梅利号的空间有限，很多功能都集中在一个房间。换到桑尼号后，乌索普工厂在负1层的船尾部分，和船坞系统是1层。在顶层花园，乌索普也有一片自己种植的植物，平时对其照料有加。加洛特偷偷在那里种了一颗萝卜，不知道现在长大了没有。乔巴的私人领地实验室，在梅利号的时候，乔巴的实验室在仓库里面，是乔巴加入后临时加的，因为这里面平时是放一些淡水、食材。乔巴来了之后，腾出来一部分空间，放了桌子、书架、枕椅和一些药品，这里就是乔巴的诊所了。虽然那个时候大家的条件不如现在，不过还是过得很开心啊。换到桑尼号后，乔巴有了自己独立的小诊所，医疗设备非常齐全，可以安心的搞实验了。弗兰奇的私人领地，他的武器工厂也是在船的负1层，和乌索普工厂互为隔壁，这里堪称是草帽团的科技博物馆。布鲁克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私人领地，不过他也不在乎这个，音乐家都是无拘无束的，需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平时布鲁克在甲板上演奏，伙伴们会围坐四周，那甲板就是布鲁克的演唱会，布鲁克的主场了，他就是甲板上的主角。慎平的私人领地，桑尼号酒吧里的鱼缸。当时草帽一伙入住桑尼号的时候，路飞乌索普逮了一条鲨鱼进去，后来慎平的出现，那没毛病，这就是给慎平准备的。只不过后来慎平在船上的时间大多都是紧张时刻，目前日常休闲的机会还不多，
不知道慎平老大喜不喜欢自己的这间卧室。所以草帽一伙玩的时候呢，大家有很多集体的游乐项目，其他时候也有自己的私人空间，可以专心搞一些事情。看来在冒险中享受生活也是草帽一伙的必修课。能让索隆羞羞的那些事儿。索隆的脸皮其实还挺薄的，因为索隆的猛男脸红次数可以说是草帽团之最。一、古伊娜的生理课。小时候的索隆挑战古伊娜从未赢过，但有一天古伊娜给索隆掏心窝子说，她觉得女生长大了就是会比男生弱，然后就把自己的手放在了自己正在发育的地方。小小的索隆哪见过这等场面？这一节特殊的生理课，也让一旁的索隆瞬间从脚后跟红到了天灵盖。二、那个大哥哥是个路痴，路痴是索隆永远无法抹去的痛。虽然索隆并不认为自己是路痴，但每当自己不认路被别人质疑的时候，索隆还是会尴尬到无法解释。在软糖果实剧场版里，草帽一伙在照顾一个小女孩，索隆让小女孩给他们带路，一旁的山治就接茬跟小女孩说，毕竟那个大哥哥是个路痴。索隆也只好红着脸怼了一句，烦死了。三、我可不擅长演戏。草帽一伙在阿拉巴斯坦遇到了一伙混混，虽然一开始几个混混在村子里装模作样骗吃骗喝吧，不过路飞最后激发了小哥保护村子的勇气，草帽一伙算是做个顺水人情，就假装自己被赶跑了。山治乌索普演得很得心应手，索隆就红着脸傲娇的半天憋出来一句，我可不擅长演戏。四、烟囱里的海葵。水之都索隆卡在烟囱里还不是最迷惑的，一开始索隆并没有直接卡烟囱里，而是因为迷惑的方向感不小心滑进去的。当然这也不是最丢人的，这件事最后还被乔巴一本正经给捅出去了，然后被卡在墙缝里的倒霉兄弟路飞嘲笑是大笨蛋，果然有卧龙的地方必有凤雏。五、这身行头很适合你。水之都的最后，索隆穿上童装，挂上袋鼠兜，成了三孩奶爸。为了不撞见伙伴，在城里东躲西藏。还好索隆遇到的是罗宾，因为遇到其他任何一个人，那就等于全船人都知道了。不过罗宾答应保密的同时，也调侃索隆和这身装扮很合适。六、生而为人，我很抱歉。恐怖三维帆船在路飞、弗兰奇接连被消极幽灵消极后，索隆自信地吐槽他俩，这样是因为意志力不够坚定。结果索隆就中招了，生而为人，我很抱歉。好了，这下山治又有素材了，给山治嘲笑了一路，包括那只冒牌三头犬也在放肆窃喜，索隆也只能羞羞地怼一句，烦死了。七、我到底在干什么？索隆为什么要参加一帮沙雕的合体巨型大皇帝？这个真的很迷惑。非要说的话，这也是男生的浪漫，毕竟谁能拒绝快来吧就差你了这种合体的盛情邀约。不过罗宾拒绝了，回过神来的索隆也感到无比羞愧，直呼丢脸，跑步逃离案发现场。八、一般不会搞错的吧？被熊拍飞后的索隆冤家路窄遇到了佩罗娜，在被佩罗娜折磨了一番后，索隆受不了了，拔腿就走。结果索隆这是往哪儿走的？被佩罗娜叫住，在给索隆指明方向的前提下，索隆居然还能迷糊，这样让佩罗娜非常困惑，忍不住吐槽，就这点路也能迷，这无疑戳中了索隆的要害，让索隆面红耳赤。九、你不会是个超级大路痴吧？索隆除了不觉得自己是个路痴之外，他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总是会觉得是其他人走丢了。然而在左屋的时候，罗可没给索隆一点情面，直接就是说你才是丢的那个人，你不会是个超级大路痴吧？这也让赶来的路飞和兔子嘲笑了一番，兔子管索隆叫麋鹿见识，路飞则是捧腹大笑。10. 抱歉，在你办事的时候打扰你。继路飞认识女帝后，索隆也办了一件能气死山治的事情，那就是被和之国花魁睡了。索隆直接震惊，一路坐怀不乱，最后还是晚节不保，我脏了呀！不过最羞羞的好像不是索隆，也不是日和，而是目击证人布鲁克。布鲁克很懂事的道歉，不该在你办事的时候打扰你，然后又被索隆给叫了回去。后来好好捋了一遍，还好这件事没有传出去，不然索隆3张嘴他也解释不清楚。11. 奇怪的登场方式，索隆登上鬼岛屋顶的方式是被马尔克先扔上去的，然后罗用祖母接住，结果让索隆在大家面前来了个倒栽葱。这种滑稽的登场方式让索隆觉得在哥们儿们面前很没面子，索隆也只能尴尬的羞红了脸。印象中路飞好像只有别人夸他的时候才会偶尔脸红，极少。对比之下，索隆的脸皮就薄多了，能让他害羞的事儿有这么多，所以就感觉索隆这种外表硬汉的直男，内心也是挺 Q 弹的。顶上战争比赤犬更崩溃的人。顶上战争，赤犬在一个人打晋级赛，然而比赤犬更挣扎的是，在处刑台上几乎占了全场的战国。战国不仅要运筹帷幄，对抗来势汹汹的白胡子海贼团，还要看住时刻有可能爆发的卡普，还要在人情世故中做的不能太过分，所以也不能怪战国老是挂机了。这个时候挂机反而是最明智的操作。但是战国作为当时的海军元帅，不能不打，可也不能上来就下死手，所以就让3大将先出手把控战场节奏。战国表示接下来大家按剧本来，但事与愿违，黄猿因为太懂人情世故，演得过于明显，看得战国在那心虚的一批；轻质下手没轻没重，演得太极限，看得战国在那心惊胆战。赤犬是一点没看剧本，每次上来就想要路飞的命，看得战国六神无主，那只好先挂机。好不容易战国把赤犬支开去实施离间计了，战场由黄猿和轻质温和的把控，这边刚刚有所缓和，那边主播巴基又开启了直播，直接把战国心态给干崩了。战国离开处刑台去揍巴基，那蠢蠢欲动的卡普谁来看？可不管巴基呢，人家在那儿越播越起劲，成何体统？战国是一点招没有。
眼看路飞就要冲上处刑台，自己的老战友直接放海。卡普好像在说：“战国兄，剩下的交给你了，我先撤了。”这下黑锅又甩给了战国。此刻眼睁睁看着路飞上来，战国处在原地站了很久 ，CPU 疯狂运转。战国就想：卡普你个老混蛋，你把我晾这儿，我怎么办？这一拳下去，如果中了，卡普得疯；轻了，一堆人说我打假拳啊！好不容易戏份做足，不偏不倚，不轻不重，老战友的俩孙子成功存活，可算没得罪卡普。卡普没疯，赤犬先疯了，一堆人拦不住，赤犬对艾斯、路飞穷追不舍。接着卡普开启队友伤害，朝着赤犬就去了。战国也没心思管别的了，得先跑上去摁住卡普。战国一边给卡普做心理疏导，一边祈求赤犬别再疯了。卡普可算还有些理智，但那边赤犬没疯，白胡子又疯了，一波一波重拳，海军本部直接被强拆。战国那表情就跟见了鬼一样，主要是他的零食还都没搬出来呢。这边 One Piece 是真实存在的，把战国气得够呛。那边黑胡子又来找事儿，黑胡子也不藏着掖着了，直接摊牌。战国说：“你来的可真是时候，憋了一肚子火没地方撒呢。”一招从天而降的掌法下去，行了，不用解释了，刚才锤路飞的那一记假拳直接实锤了。好在白胡子海贼团这边已经掀不起什么风浪了，今天把黑胡子赶走就光荣下班了。没想到这个时候红发又来要面子了。战国虽然心想，我堂堂一海军元帅，你一个海贼跟谁要面子呢？但眼看红发团巍然不动，逼退黑胡子，止戈之心不可动摇。战国表示行了行了，可以了可以了，红发是你的话什么都好说。战国被迫营业，宣布停战，面子也不要了。整个顶上战争，战国被白胡子拆家，被巴基气晕，被老沙秀脸，被卡普甩锅，在赤犬和卡普中间劝架，黑胡子还在背后捅刀子，红发在旁边还一个劲要面子。战国简直是分身乏术，身心俱疲。顶上战争之后，战国光速辞职，打完就不干了。这元帅谁爱当谁当。2年后，战国满头白发，可是虽然没了元帅头衔，但却有了临时自由。战国浑身上下透露着4个字：如释重负。慎平是如何获得全体伙伴的信任的？在草帽团中，相比其他伙伴，只有慎平目前是2年后加入的成员。之前的相处虽然断断续续，但当慎平在和之国回归后，草帽一伙对慎平的加入表达了无比的信任和欣喜。除了三智在一旁酸了之外，其实慎平磕磕绊绊能成为草帽团的一员非常不容易。首先，慎平和路飞的羁绊早就是过命的交情了。早在2年前，慎平和路飞在推进城里一眼定情，男人的默契无需多言。之后，慎平也就成了路飞和伙伴失散时期身边最可靠的大哥。那个时候，慎平就展现了区区4皇的气魄。面对杀意爆棚的赤犬，慎平哪怕豁出去性命，也要保护艾斯的弟弟。慎平身上背负了太多的东西。战争结束后，也是不遗余力的帮助路飞从颓废中恢复斗志。路飞早就认可慎平是自己的伙伴了，再正常不过。船长这一关过了，接下来就是有实无名的副船长这一关了。想获得索隆的认可好像并不容易，毕竟索隆曾经多次阻止路飞胡乱拉奇怪的生物上船，而且慎平和索隆之间的互动真的不多。蛋糕岛的高光，当时索隆恰好掉线不在，但还是那句话，男人的默契无需多言。在鬼岛开战前，路飞担心慎平，索隆直接说欢迎他加入，而且和路飞一样坚信慎平一定会来的。毫无疑问，索隆也早已认可慎平。最新悬赏出来的时候，索隆和慎平倒是像好哥俩，嘲讽区区第4名的7号军。在某些方面，慎平和索隆确实有合得来的地方。当然，慎平不会威胁索隆的地位，慎平上可以去当主力，下也可以去当第2阵容的主心骨。说到第2阵容，胆小组的意见也不能忽视，毕竟虚假的船长王路飞，真正的船长娜美子。罗宾上船的时候，胆小组集体反对；跟罗同盟的时候，胆小组集体反对。如何取得他们的信任，有时候其实很简单。慎平身为太阳海贼团船长，元气乌海，他放低姿态，为之前鱼人团的过失真诚地给娜美道歉，完美拿捏了娜美船长吃软不吃硬的性格。不过正儿八经的说，一方面是慎平的侠义，一方面是娜美的宽容，格局加格局，那就是更大的格局。娜美对慎平的好感也不是没道理的。对胆小组来说，还有一点就是实力等于信任。早在愚人岛路飞邀请慎平的时候，乌索普乔巴就表示了对这位元气乌海的欢迎了。蛋糕岛的操作其实就是锦上添花而已。慎平在蛋糕岛篇直接把桑尼号玩成了冲浪板，在4皇大妈面前也丝毫不虚，和娜美乔巴他们一起守船。想要获得胆小组的真心，最好的办法还真就是和他们一起守船。谁和他们一起守船，那人就是他们眼里最闪耀的救星。然后是布鲁克，慎平和布鲁克在万国的时候还有一次小误会呢。失去伙伴一直是布鲁克永远无法抹去的伤痛。布鲁克当时误会了慎平，觉得慎平对佩德罗的牺牲很冷漠，但在4皇的地盘上，他们又怎能自暴自弃、掉以轻心，辜负伙伴的牺牲呢？慎平的一番话也让布鲁克明白了伙伴的意义，让布鲁克和其他人有了更高昂的斗志。和路飞那一次如出一辙。在鼓励队友这方面，你永远可以相信慎平，有时候解开误会，能让他们的感情更加牢靠。慎平取得弗兰奇和罗宾的信任就没那么复杂了。弗兰奇当时在愚人岛就说过，毕竟是路飞看中的人嘛，我们都会等你来的，慎平。再加上慎平是驾驶桑尼号的最佳舵手，弗兰奇举3只手赞同。罗宾更简单，因为慎平老大成熟稳重而且可靠，罗宾很欣赏他这一点。而且罗宾现在跟慎平好像走得更近了一些。
最后就是比较不一样的山治了。山治表面上非常郁闷，因为突然空降了一个和自己定位有些重合的主力过来，然后赏金还比自己高，山治真是哭晕在厕所。山治吐槽盛平抢自己的活，盛平憨憨的道歉，虽然看起来有些搞笑，不过山治也早已认可了盛平才是真的，毕竟都一起经历这么多了，山治也不会吝啬夸赞盛平非常靠谱。其实草帽一伙在盛平给路飞输血，挽救路飞性命，缓和鱼人和人类的种族矛盾的时候，就已经认可盛平了。后面的这些是让伙伴对盛平更加的信任，从认可到信任再到融入，才是真真正正的伙伴。就感觉越往后草帽团的门槛就越高，不过盛平一步一步，最后也是做到了。草帽团被哪些奸商给忽悠过？草帽团这一路上遇到过很多人，或许和善的气质也让很多人觉得他们很好忽悠。在罗格镇的时候，草帽一伙就遇到了不少奸商。第一个就是一家宝物店的老板，他上来就给乌索普推荐了一款手枪，据老板说这是海贼王罗杰的遗物之一。罗杰有掉落的装备那不奇怪，但是这把枪的造型和配色越看越跟开玩笑似的。他要说这是罗杰小时候玩过的枪，那可信度还高一些，而且看起来还是个残次品。但是乌索普可是忽悠界的专业人士了，他怎么有点心动了？还真是一个敢说一个敢信。紧接着索隆也遇到了奸商，一开始想忽悠索隆的武器店老板一本松，索隆不了解刀的行情，可老板识货呀，提出拿20万贝利收购索隆的河道一文字，一直加码到80万，这可是大快刀21弓，双月更三郎的杰作，就算是个高仿也不止这个价，这不是欺负索隆老实人吗？直到达斯奇进来爆出了真实的行情，起码1000万贝利，在索隆手里更是有市无价，把奸商的套路搅黄了。不过一本松也是被索隆的气场所折服，临走时3代鬼车和血走都一并送上，都没有收钱。之后索隆扬名四海后，还把索隆的照片裱在了浴室里，作为一种无上的荣耀。毕竟未来世界第一大剑豪手里拿的可是自己店里的刀啊。另外索隆比较惨，不光是被别人忽悠，还被自己人忽悠。娜美本身就是个大忽悠，索隆回去之后被欠上了娜美的高利贷。阿拉巴斯坦的金苹果1000贝利一个，一口提神醒脑，2口永不疲劳，3口长生不老。途经这里的艾斯先遇到的这个大忽悠，艾斯的回应也很帅，我对活个上千年没有兴趣，活好今天就行。老板懵逼了，是我的话术不对吗？不是，是因为没有遇到憨憨。这不俩憨憨来了，乔巴乌索普听完兴高采烈，马上就要买了，但很快娜美及时阻止，忽悠你接着忽悠，娜美多精啊。一旁的索隆可能是被忽悠多了，防骗意识已然觉醒，拉开真实的面纱，一位炼金术士正在辛苦的忙碌，原来这都是吃完倒沫子的科技与狠活呀。水之都的典当行，这里也是娜美的高光时刻。都知道鉴定师一开始给他们开的是1亿贝利的黄金收购价，看路飞乌索普的反应，感觉就算开1000万贝利，他俩也是笑得合不拢嘴了。可是这个大忽悠万万没想到，自己骗到同行头上来了。娜美从小就跟钱打交道，还能掂量不出黄金的价值吗？一波和谐的谈判后，鉴定师改口3亿，这船上没有娜美真不行。路飞、乔巴、乌索普，他仨塑料段位的，真的是属于是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的那种。虽然娜美是属于王者段位，但娜美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曾经草帽一伙遇到一个推销员，他那里真是啥都有，还给罗宾推荐过能美白的肥皂。不过他看想要买些绘图纸的娜美像是个小富婆，就想狠狠地敲一笔。这些纸是不是真的像他说的那样天花乱坠不知道，但娜美直接来了句多少钱都照付。此话一出，全船震惊，这不次于娜美送罗拉财宝那一次。推销员这一打纸开价居然高达4800万贝利，你干脆明抢吧。虽然娜美依然开启砍价模式，从1000万砍到了100万，不过娜美什么时候这么好骗了？此时山治站了出来，巧妙化解，二话不说把路飞给绑了，说要交给海军换悬赏，那样还能余下来不少钱。没错，看来这就是船长的正确用法了。对比这些大忽悠，想必大家更加同情明哥这样的诚信为本的商人了，因为明哥居然把真的烧烧果实放在了竞技场。虽然说明哥起初信任迪亚曼蒂能掌控全局的，但他就算放个假的，那其实也不影响他的全盘计划。钓个鱼放血本，明哥还真是童叟无欺啊。明哥走了，这个世界突然少了几分信任。